Hello，大家好。之前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了在 ComfUI 里边纹身图工作流的一个搭建。我们再看到 WebUI 纹身图这个界面，我们除了常用的大模型，这里的正反向提示词，下边的图片的尺寸、采样器及各种参数，还有这里的 V 页、图片的输出这些板块之外，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这里的高清修复。我们常常都是先生成一张小图，然后再利用高清修复生成一张大图，这样的图片的质量会高很多，而且精致很多。那在 ComfUI 里边，我们同样是可以去使用这个高清修复的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在 ComfUI 里边高清修复的一个节点搭建，它到底是怎么去操作的？我们先回到这个 WebUI 这个界面，我们看到这里的放大算法。可以看一下高清修复，它是分两种的，一种呢是在潜在空间里头去修复和放大图片，另外一种呢就是使用这些放大模型进行放大，也就是说在像素空间里头去修复和放大的。我们再回到 ComfUI 这个界面，我们先把这里清空一下。我们要进行高清修复的节点搭建，首先我们需要一套纹身图工作流。不会的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这旁边加载默认的一套工作流，它就是一套纹身图工作流了。我们把这个版面先排版一下，然后给它一些颜色，方便我们等会儿好区分。这个大模型我们就给它一个蓝色吧，这里的采样器也给它一个蓝色，然后正向提示词给它一个绿色，反向提示词我给它一个红色，其他我们就先不管。那我们搭建这个高清修复的节点，它不是有两种吗？我们先看第一种方法，就是在浅空间修复和放大图片。之前的视频也给大家去介绍过，我们先是利用这个采样器处理图片信息，在浅空间里头去生成一张图片，然后在 VE 解码器将图片还原到现实空间中，也就是还原到像素空间这里边来。那这个方法是在浅空间里边进行修复和放大的，所以我们肯定是在 VE 解码器之前，对吧？所以这个 latent 这个节点，我们就是从这里把它延展出来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去连接一个 latent 缩放，或是 latent 按系数缩放，这两个是怎么样的？我们把它分别连接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区别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按系数缩放的话，只有两个参数，一个是缩放方法，一个是系数，这个就是成倍的一个缩放了。那上边这个呢，它就会更细化一些，就是说你缩放的话是可以控制它的一个宽高的，以及这个缩放方法，还有进行裁剪也是 OK 的。所以这个要全一些，我们就用上边的这个缩放，下边这个我们可以删掉。那我们把它放大为这个1024吧，这个我们也把它改成1024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图像放大了之后，我们肯定还需要去用这个采样器去处理图片信息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 latent 往后连，然后我们需要连接一个采样器，然后在这个采样器里边去处理扩大像素后的一个图片信息的，然后再接着处理好了之后，我们肯定是要把它还原到现实空间中，就是像素空间中，所以说我们要去连接一个 VE 解码器，然后再保存图片，就是这样的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需要去连接它的这些节点还没有连接，对吧？那这个采样器的模型，那就跟我们这个模型要接连起来。然后它的一个正反向提示词，这是正向提示词，这是反向提示词，就跟我们之前的那个连接是一样的。然后后边这里的 V 页要跟我们的模型的这个 V 页要连接起来。然后我们把这里先整理一下吧，就是整理一下。这个我们等会儿好对比一下。同时我们可以去添加它的组，新建一个组，然后把它框起来。上边我们也把它框起来吧，就是新建组。然后我们都给它重新命名一下。这个呢就是单纯的一个纹身图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图片，然后下边的这个我们同样给它进行就是命个名，标题我们就起一个浅空间放大，然后我们再把参数调节一下，就是这边这个模型我们改一改，改成这个吧。然后这里的正向提示词我们就改这个吧。
然后下边的这个反向提示词，同样我们也可以复制一下。然后这里的宽度、高度就是512，就这样。然后这边采样器的参数根据自己需求去设置就行了，我就设为30步。然后这个采样方法我就改成这个。然后其他我们就默认。然后这边的放大，这个放大为1024×1024。然后这里的采样器的参数跟之前我们就保持一致吧，也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。然后然后是这些参数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先生成一下，就是这个降噪我们是1的时候，我们先生成一张图片。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，这个采样器已经在运行了，然后这里已经生成了一张图。好，这里是我们放大过后的这样的一个图片，很显然这2张图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，对吧？那就是跟我们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降噪的这个参数是有关系的。那你可以把它看成那个重绘幅度，就是我们在 WebUI 这个界面的时候，然后高清修复的这个板块，就是这个重绘幅度，你可以看成这个值。然后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降噪改小一点，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0.3，看一下结果是怎么样的。然后同样我们去生成。很显然，你可以看到这2张图下边这个高清修复过后的还没有原图好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值，那我们就是设低了，肯定是不行的。那这个值的话，最好是在0.5以上，然后效果是比较好的。大家可以下去试一下，我就改为0.5，然后重新去生成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2张图，我把它就是放大一点吧，然后看得清楚一些。可以对比一下这2张图，很明显就是这张图的一个画质会好很多，细节也多了很多，可以看一下，对吧？细节多了很多，头发等之类的，就是会更惊艳一些，更精致一些。好，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种方法，就是在这个浅空间里边进行一个高清放大的。然后我们还有第2种方法，第2种方法就是使用放大模型，也就是说在像素空间里头进行修复和放大是怎么样的。那首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采样器这边，然后这是在浅空间里边，对吧？那我们需要它在像素空间里边去进行放大，那首先我们肯定是需要把它就是说还原到这个像素空间里边来，所以这个 latent 往下拉。然后我们需要去有一个 VE 解码器，然后这个解码器呢，就是把它还原到像素空间里边来。然后我们要在像素空间里边去进行一个放大，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个放大模型的，对吧？所以说这里的这个图像我们往后拖，然后新建节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图像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放大，然后这个图像是通过这个模型放大。就是选择这个节点，那这里就是我们需要去加载这个放大的一个模型的。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节点多了一个放大模型，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加载一个放大模型，它的一个节点。我们同样这个拖出来之后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放大模型加载器，这是它的一个模型放大。你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模型，你可以看一下是这2个。当然，有些人不是这个模型，因为我是共用了 WebUI 里边的一个放大模型的。那这个模型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先回到就是官网这里，就是 ComfyUI 的官网，然后我们往下滑，然后在这个页面这个地方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个放大模型，你点它，然后这是它的一些部署，然后你可以点这里。如果你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放大模型，你可以点这个链接，我们点进去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它有做模型的迁移，那有这2个链接，就是它把这个模型放到了这个，或者是你在 Discord 里边去访问也是 OK 的。那我们就点这个链接，然后进来这个链接之后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它的一些放大模型，然后你可以在这里进行搜索，比如说 ESR 干，我就搜索这个吧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，就是这2个放大的一个模型，当然还有其他的模型，大家都可以去看的。那这些模型的话是放到哪儿？就放到这个地方。我们回到就是 ComfyUI 的这个文件夹里边，点进去，然后这里有个 Models， 点进来，下边这个地方有一个 Upscale Models， 点进来，然后你把你的放大模型放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。
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页面，那这里就是放大模型。那这里有两个，一个呢就是写实类的这个模型就比较好，如果是二次元的，就下边这个模型就比较好，就是根据自己需求来嘛。然后这个是加载的这样的一个放大模型，再往后，这个我们已经加载了放大模型，肯定我们后边有放大的一个尺寸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同样的，在这个图像后边我们拖出来，然后这里新建节点，然后这里图像，然后这个放大，然后图像的一个缩放。我们就选择这个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同样把它放大为1024，这个也是1024，我们把它放到这儿吧。然后这里已经是把图片放大了，同样我们是一样的，要用这样的一个采样器去处理，就是放大过后的图片信息，对吧？那问题是这个地方它现在是处于像素空间的，那我们这个采样器它是在浅空间里边去进行的，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需要有一个 V1 编码器，把它放到这个浅空间里边来，所以我们这个图像后边，然后我们拖出来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V1 编码，就是它的一个编码器，我们要放到这个地方来。然后好了之后，我们再在这个 latent 后边去加载我们的采样器，就是这个采样器。然后加载好了这个采样器之后，后边是一样的，我们需要就是用 VE 解码，然后这里保存，就是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。那这个地方我去把它排一下版。好，这里我们已经排版好了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添加一个组，新建一个分组，然后呢，把这些就是都框起来。同样，我们给这个组重新去命个名，也可以给它颜色，看自己个人嘛。然后这边我们就给它一个非浅空间放大，我们就给它这样的一个名字。然后同样的，这里好了之后，我们需要去把没有连接的节点及参数设置一下。那么这里这个采样器的参数，我们跟之前保持一致，就30不，然后这个采样方法是这个。然后这些我就不改，然后这个降噪我们就0.5，就是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，在0.5以上，然后把它放大为1024×1024的图像，然后其他的我们肯定需要去连接的。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地方，第一个这里的 VE 要跟这个原来的这个模型的 VE 连接，然后同样的这里的 VE 要跟这里连接，这里的 VE 要连接，然后这里的模型要跟我们原来的这个模型连接。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正反向提示词了，然后这个是正向提示词，然后这个是反向提示词，就是跟以前连接是一样的，然后后边就没了，已经连接好了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同样点生成。好，生成好了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呢是纹身图它原本的这样的一个图像，然后呢，这个呢是在它的这个浅空间里进行放大的，然后这个是使用放大模型进行放大的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就是跟原图的一个对比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大一下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两张图的一个对比。也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张图它的一个，就是说放大的一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。比如说像这些头发，它的细节也多了很多，还有这里的眼睛，对吧？等等一些细节就是高清的非常多，然后质量也好了很多。同样的，我们再跟下边的，就是浅空间图像里边进行放大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一个对比，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两张图。然后两张都是不同的一个方法进行放大的，然后效果都还是不错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在浅空间里头进行放大呢，它的细节就是改变的东西会多一些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些地方它会多一些。像如果是用那个放大模型进行放大呢，它的一个改变就是稍微就要少一些，就是这个，然后效果都还行，大家看一下自己喜欢哪一种放大的一个算法，可以下来进行试一下。然后今天的一个分享我们就到这里。